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室友热衷于跟我买同款包包、同款鞋子、同款发色，后来穿着同款在高档餐厅跟我撞衫，他还恶人先告状，copy 精，复制粘贴够了吗？我男朋友身价100亿，开劳斯莱斯，有本事你也去找个同款男朋友啊！我一脸懵逼。那辆劳斯莱斯是我爸的，开车那个是我家司机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趁着周末有时间，我去染了我心水已久的发色。这个颜色耀眼而张扬，但在时髦的大校园里面并不算多出格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心情很好。但这只持续到我踏进寝室大门的前一秒。樱花粉也太衬你了。对呀，若是别人染，肯定显得又黑又黄，土里土气。寝室里，室友苏茵被几个同学包围着，正讨论得热火朝天。樱花粉，我有种不妙的预感，因为我花了一下午时间染出来的。正是他们口中显别人又黑又黄、土里土气的樱花粉。苏茵听到我开门的动静，转过头来，秦毅回来了，正好让他看看我新染的头发。突然，苏茵旁边的女生低叫一声：“呀！”秦毅也染发了，还正好跟茵染了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可真是巧呢。我抬眼一看，笑了。对呀，真的很巧。苏茵不只染了和我相似度高达99%的樱花粉，还卷了个和我差不多弧度的日系卷，背过身去，亲妈都不一定认得出哪个是我。这不是我和苏茵第一次撞同款了，这几年时间，大到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，小到头上的一枚配饰，我们都撞了个遍。我一直觉得这是巧合。但我要染樱花粉这个发色，前2天在电话中跟我妈提过，当时苏茵也在寝室。现在同一个发色也是巧合吗？我面不改色，跟苏茵说，早知道你也要染这个颜色，我就叫上你一起了，正好有伴。苏茵听我这么说，脸上的笑容变得很勉强。第2天上课，我的新发色得到一致好评，不少同学还问我在哪家店染的，我正要把店铺名字和位置告诉他们，苏茵忽然拍桌子，好不容易下课休息一下，能不能安静一点，别打扰我睡觉。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每次下课，大家不都是这样说话的吗？算了，懒得跟他计较。我把信息写在纸上，传给那些需要的同学。中午回到寝室，苏茵来找我，开门见山就是让我把头发颜色换了。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为什么要换？我昨天才染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平气和地回答他。苏茵不悦地看着我，你给我撞发色了，给我造成了困扰。我震惊了，一个发色而已，难道只准你能染？谁规定的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愿意？苏茵脸色难看地盯着我。对，我不愿意。我对这个发色心心念念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说服我爸妈给染的。凭什么要因为苏茵一句话换颜色？你要怎样才愿意？给你钱。苏茵说着，忽然从包包抽出几张钞票，跟恩赐一样甩到我的面前，让你换一个颜色，绰绰有余了。或者你也可以拿着这个钱，把头发剪短，最起码不准和我一样的长度。我气笑了，几百块钱打发谁呢？我干脆从自己包里拿出更多的钞票，拍到他面前，我出双倍，你把头发颜色换了。我和苏茵谈崩了，最后我们谁也没有换发色。不过我无所谓，第2天继续顶着我心爱的樱花粉上课下课。非但如此，
我还从衣柜里找出这几年我和苏茵茵撞款的衣服、包包、配饰，数了一下，3年时间竟然撞了3个包包、4条裙子、5双鞋，以及无数件配饰。说来也是我蠢，因为跟他一个专业，还一个寝室。之前但凡发现我们撞款了，我就把同款的衣服、鞋子或者包包收起来。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面的所有服饰都是我先买，他紧随其后。除了这次染发，所以苏茵茵才这么有底气找我，堂而皇之让我换发色。凭什么我花了钱买的鞋子，却要顾忌跟他撞同款而藏起来？我冷冷一笑，当下就把今年新买却没穿的小众凉鞋穿到了脚上。这个举动差不多是跟苏茵茵宣战了。苏茵茵很快就发现了，气急败坏地找到我：“秦毅，你故意的？”我挑了挑眉，假惺惺地问：“故意什么？装什么装？故意跟我穿同款鞋报复我？你觉得很有意思？”我乐了，晃了晃手机：“故意跟你穿同款鞋，你敢不敢亮一下购买记录，看看我们到底谁先买的？”苏茵茵骂骂咧咧了小半天，但死活没拿出购买记录跟我对峙。没过2天，学校里谣言满天飞，说我东施效颦，穿衣打扮、化妆风格，甚至美甲都在模仿苏茵茵，毫无校花的气韵。甚至还有人在校园网发帖子吐槽我不配当 A 大校花。事情闹大了，连男朋友沈燕都听说了，他拿了个大袋子，直接塞到我手里。我一头雾水，这是什么？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？沈燕言简意赅的回答。我打开一看，还真的是，里面有4条崭新的裙子，还有2个包，没有牌子，但质感很好，怪不得鼓鼓囊囊一大袋。我哭笑不得，把袋子合上，问他什么意思。好端端，你给我这些干什么？你该不会听了什么谣言吧？他该不会以为论坛上说的是真的，觉得我在模仿苏茵茵，给他丢人了吧？想到这个，我整个人都不大好了。沈燕摇头，跟谣言没关系，鬼相信没关系。我拿出手机，准备在论坛开撕，看看到底是谁在模仿谁。结果打开论坛，找了一圈，发现帖子不见了。昨天不是还盖楼盖了好几百层吗？怎么一夜之间帖子不见了？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沈燕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帖子该不会是沈燕删了吧？可她也不是学计算机的啊。既然你也看到那个帖子了，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所有跟苏茵茵撞同款的衣服都是我先买的，但是我快递拿回来经常堆在一起，很久才拆开。沈燕不等我说完就打断我女朋友是怎样的人我会不知道，我会信帖子里面的鬼扯。那你怎么不喜欢别人跟你穿同款？沈燕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甜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些衣服不会跟苏茵茵再撞？我故意揶揄她，按照苏茵茵的性格，只怕要不了2天，同款就会被她传出去显摆，到时候又要说是我模仿她了。沈燕笑得意味深长，我妈专门给儿媳妇设计的服饰，全世界只此一件，绝对不会跟别人撞。我第一次知道沈燕的妈妈竟然是个设计师，她经营一家服装公司，平日并不怎么设计东西，所以这是为我下一次烦。我有点受宠若惊，这份心意太难得了。和沈燕腻歪了半天，回去之前，她又买了一束郁金香，粉嫩的花瓣层层包裹在一起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，我都要拿不动了。我跟她撒娇，沈燕一边拉着我的手，另一只手抱着花，提着袋子。我送你到寝室楼下。我跟她恋爱谈得很低调，知道的人不多，甚至我室友都不知道。
沈燕是我男朋友，结果沈燕第一次送我到寝室楼下就被看到了。刚进门，室友姚安安挤眉弄眼的对我笑：“秦毅，我都看到了哦。”我假装不知道。看到什么？你和沈燕十指紧扣啊！好家伙，瞒得够紧的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简直不敢相信。我想了想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拉姚安安坐下来。安安，这件事希望你保密。为啥啊？你们这对俊男美女，别提多么养眼了，竟然不对外公布。我不想太高调。也对，若是其他人知道你和沈燕在一起了，关注力杠杠的。好，放心吧，我嘴巴很严的。话刚说完，房间门开了，苏茵茵也抱着一束花进来。看到我，她脸上的笑容立刻收了起来。哇，茵茵也有花，这个野字让苏茵茵的脸色更阴沉了。这一次，她的花是红玫瑰，并没有和我的郁金相撞。但很快，苏茵茵的脸上又重新露出笑容。我男朋友送我的。怎么，秦毅你也恋爱了？她挑了挑眉，主动开口问我。自从前几天闹翻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过话了。此时她主动开口，我若是不理，未免显得太小家子气。是。苏茵茵一愣，大概没想到我真恋爱了，更没想到我还承认了。哟，保密工作做得还挺好。你男朋友是谁啊？我不想回答。你不认识。苏茵茵撇了撇嘴，看到我桌子上有个袋子，又问：“这是你男朋友送的？”没等我回答，苏茵茵就走过来，直接动手扒拉购物袋。我皱了皱眉，想阻止她的动作，她已经飞快地把袋子里的服饰一股脑倒出来。4条裙子，2个包包，还有1双鞋。你男朋友送的真不少，这是搞批发呢？苏茵茵表情夸张地喊了一句，脸上满是嘲笑。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不过这些衣服包包连个吊牌都没有，该不会是路边摊随便买的吧？苏茵茵不怀好意地问。早在她动手扒拉我的时候，我的怒气就上升到最高点。我一把抢了那些衣服，冷着脸撂下一句：“你若是好奇的话，也可以去路边摊蹲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买到同款。”别人不知道我跟他到底是谁学谁，但他作为当事人可是一清二楚。不知是不是被我戳中肺管子，苏茵茵的脸顿时黑了下去。我男朋友可没那么穷酸，送路边摊买的衣服。他打开包包，一脸得意地拿出一个礼物盒，里面是一条项链。看到没有？梵克雅宝，一条项链够你男朋友送10年地摊货了。苏茵茵手上的4叶草项链，我也有一条，不过我的是红色，她的是白色。这条4叶草项链还是一个阿姨送的，颜色和款式我都不喜欢，从来没戴过。我看了看那链子，不知道她在得意什么。苏茵茵的项链防得挺逼真，但也只能糊弄外行人，内行人看一眼假。就算是地摊货，我也穿得坦坦荡荡，不像有些人拿高仿当个宝。苏茵茵估计不知道项链是假的，被我一句话惹跳脚了。秦毅，你污蔑我男朋友送假货，你知道他什么来头吗？需要送假货？我嗤笑一下，我不知道她男朋友什么来头，但肯定他的项链就是假的。懒得理会苏茵茵，我低头整理沈燕送的裙子。你装什么死？给我说清楚！苏茵茵抽风一般抬手把我桌子上的衣服扫落在地，一同被扫落地的还有一盒彩色颜料，颜料洒在了衣服上面，瞬间新衣服变得五颜六色。我愣愣地看着这一幕，好几秒才回过神，愤怒上涌，死死盯着苏茵茵。你毁了我的衣服，
这些衣服甚至都还没来得及上身，但拜苏茵茵所赐，全都面目全非了。苏茵茵低头看了一眼，竟然还笑得出来，不就是几件地摊货吗？说个价格，我赔你就行了。他那轻松的语气，像是报了刚才我赐他项链是假货的仇。苏茵茵，我警告你，如果把衣服恢复原样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。我强压怒火，极力保持冷静。沈燕和她妈妈一同送的礼物，绝对不是价格可以衡量的。苏茵茵满不在乎地后退了几步，抱歉啊，我办不到。说完就要走人，我岂会让她这个时候走人？立刻处理好我的衣服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苏茵茵没有道歉和抢救的意思，还很嚣张地抬起下巴挑衅我。我不处理你又怎么样？打我吗？打他，那未免太便宜他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捡起撒了大半的颜料盒，下一秒拉开他的衣柜，对着他满柜子的衣服狠狠撒了过去。耳边响起苏茵茵气急败坏的尖叫声：秦毅，你他妈个疯子！苏茵茵把衣服拿出来，使劲拍，但颜料越来越多，越拍越深。本来可能还可以抢救的衣服，这会儿估计全毁了。苏茵茵见状，跟发疯一样往我这边扑。秦毅，你个贱人，你赔我衣服，你赔我衣服！我从小就练跆拳道，苏茵茵根本挨不了我半分。你毁了我的衣服，我毁回来，很公平不是吗？苏茵茵发现自己不是我的对手，竟然打电话报警。很快警察来了，不但如此，辅导员也来了。刚才盛气凌人的苏茵茵，这会儿哭得梨花带泪，仿佛受了无数委屈。我只是不小心把她的衣服弄掉了而已。我都说了，我会帮她处理，拿出去干洗，尽量恢复原样。可她呢，二话不说就拿颜料往我衣柜里面兑。她的衣服才几件，我一柜子的衣服几件，她的衣服值几个钱？我一条裙子就可以买她全部。什么是颠倒是非，睁眼说瞎话？我总算是见识到了。苏茵茵哭得梨花带泪，还不影响她在警察和辅导员面前抹黑我。我不管，秦毅今天必须跟我道歉，以及赔偿我的损失。辅导员皱着眉问我：秦毅，苏茵茵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她故意毁我的衣服，不过后面我用颜料泼她衣服上，也是故意的。辅导员抽了一口气，又问看完全程闹剧的姚安安，确定我说的是真的，开始和稀泥。这件事你们两个都有错，苏茵茵不该随便动同学的衣服，还不道歉处理。而秦毅也太冲动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说事情没必要闹这么大，让我跟苏茵茵道歉，不行，秦毅必须赔偿我，否则我就起诉他。苏茵茵很嚣张，说她有一条香奈儿的裙子，要好几万。辅导员开始劝我，这件事你们俩都有不对的地方，但她的衣服比较贵，如果她真起诉的话，你这边处于劣势，我满不在乎，那就打官司吧，我不怕，让我给苏茵茵赔偿，没门。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闹到需要打官司。晚上我回了一趟家，准备提前跟我爸通气，结果一直等到快11点，我爸才踩着夜色回来。一进门，我爸指着我的头，这就是你心心念念要染的颜色啊，还不忘先回家给你爹看。我摸了摸鼻子，不好意思跟我爸说，其实已经染了好几天了，因为苏茵茵，这几天我都没心情跟爸妈视频。对呀，好看吗？我在我爸面前转了一圈，我爸乐呵呵的点头，以为会很奇怪来着，不过这么看也还不错。那是，谁叫你闺女长得漂亮，连这么高难度的发色也能轻松驾驭呢？闺女这话
你在我面前说说就好，外面可千万别吹，爸怕你挨打。”我爸刚说完，又一个人影走了进来，不是佣人，却是我爸那个远房侄子贺帆。我愣住了，不解其意地看着他：“贺大哥，这么晚了，我爸还使唤你呢？”我爸哈哈两声：“你这丫头说的，你爸我是那种人吗？你贺大哥租的房子太远，来回不方便，正巧咱家还有空房间，就让他住在这儿，以后接送我就方便多了。”我爸这个远房侄子，听说家境不太好，但是人挺争气，考上了大学。我爸有心帮扶，就让他到我们家公司做事。前2个月，我家司机出了点事，一时半会又没找到信任的人选，就让贺帆偶尔给我爸开车。我心里有点不得劲，帮扶侄子我能理解，我爸给贺帆开的工资也不算低，但也没必要住进我们家吧，家里多了个外人，总觉得不自在。第2天吃了早餐，我爸让我上他的车送我去学校。你亲自开车，这才叫诚意。我抱着我爸的手撒娇，这招百试不灵。行，那贺帆你打个车去公司吧，今天我自己开。去学校的路上，我跟我爸说了跟苏茵茵起冲突的事，让他有心理准备。得知我在学校惹事了，我爸挺惊讶，难得我闺女会惹出打官司这种事来，出息了啊！爸，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？当然是夸你，我们秦家人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你那同学放马过来，我叫他知道欺负我闺女的下场。不愧是我爸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无条件站我这边。虽然早就猜到了，但我还是感动得眼泪汪汪，也不介意他让远房侄子住我们家的事了。下车的时候，看他领带歪了，顺手给他整理了一下。没想到这一幕被有心人拍下，竟然又发到了校园网。劲爆：校花秦毅与中年富商当街秀恩爱，我都气炸了。不知道谁这么无聊，偷拍这个，还故意发到校园网。沈燕找到我，问我和苏茵茵前1天起了什么冲突。你送给我的衣服被他毁了，我转头毁了他一柜子的衣服，所以他说要告我。沈燕气笑：恶人先告状，还敢告你？你让他告，看到底谁赔得倾家荡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难道那些衣服很贵？沈燕无奈一下：衣服没扔吧？那当然没有，再怎么说也是沈燕和她妈妈的一片心意，虽然尽可能处理了，但也不太适合再穿出门。回去看一下衣服上的 logo 吧。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宿舍，苏茵茵正在吃校园网的瓜，看到我，她立刻转过头：哟，大红人来了。我若是你，我肯定不好意思再回来，那男人的年纪，估计都可以当你爸了吧。我没理会他的冷嘲热讽，把昨天的衣服拿出来仔细看了一下，裙子的右下摆确实有一个不起眼的小 logo。苏茵茵趾高气扬地走过来：你回来的正好，若不想被我告上法庭的话，就赔我10万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我冷笑：这句话我还给你。我这4条裙子出自著名设计师纪清堂之手，随便一条市价都超50万，4条200万，限你3天之内赔偿。还有，你说的没错，早上送我来学校的男人今年50岁，是我亲爸。苏茵茵大惊失色：你胡说八道，什么200万？你吓唬谁呢？不信，那我们请纪清堂女士当场对质如何？我也不知道，沈燕她妈妈来头竟然这么大。原本我还想着家里的律师要费一番功夫，没想到沈燕和她妈妈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，瞬间局面扭转。你少拿这种话来吓唬我，以为我会怕吗？就你这穷酸样，连一条香奈儿都穿不起。
还穿什么50万的裙子，简直是笑死人。香奈儿穿不起，我只是嫌香奈儿太高调，logo 太明显，不适合在大学校园穿而已。实际上，我家衣帽间一堆香奈儿，我没跟苏茵茵辩解，只是下午一封律师函直接出现在苏茵茵的桌子上，苏茵茵晚上连寝室都没回，对我来说却清静了不少。周五晚上，我约沈燕在本市有名的西餐厅吃饭，没想到你妈妈竟然这么厉害，我还有些不敢相信。纪清堂的大名我当然有听说，但因为她本人太低调，流露在市面上的作品不多，所以对她并不了解。沈燕坏笑，若她知道儿媳妇对她赞誉这么高，一定会很高兴。我被沈燕打趣得满脸通红，什么儿媳妇不儿媳妇，8字还没一撇呢，这还不是因为某人不想大学结婚吗？否则这一撇随时可以加上和沈燕这顿饭吃得很开心，简直扫清了我这一周所有的不愉快。没想到冤家路窄，竟然在这家西餐厅的洗手间碰到了彻夜未归的苏茵茵。不巧的是，今天我们又撞衫了。这条小裙子是上个月买的，但托苏茵茵的福，又是我第一次上身穿。苏茵茵的脸有些红，仿佛是喝了酒。她上下打量我，满脸鄙夷的开口 ：“copy 精，复制粘贴够了吗？谁 copy 谁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当然是你打复制粘贴我，学人精，不要脸！撞衫还不够，还要撞餐厅。”随即指着外面某个地方，一脸得意洋洋：“看到没有？我男朋友身价100亿，开劳斯莱斯，有本事你也去找个同款男朋友呀！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竟然看到一个还算熟悉的人影，我心脏一跳，是巧合吧？下一秒，苏茵茵已经招手把贺帆叫了过来：“亲爱的，我头好晕，你过来扶我一把。”苏茵茵嗲声嗲气的开口，贺帆才走了几步路，就看到了和苏茵茵站在一起的我，脸色唰的一下白了。果然不是巧合，苏茵茵那身价100亿的男朋友，还真是我爸的司机贺帆。此时贺帆跟我之前见到的几次可不一样，他浑身穿着正式，手腕还戴了一块镶钻的劳力士手表。小易，这要巧，你也在这里啊？贺帆的声音有些虚，没等我开口，苏茵茵先跳脚嚷嚷起来：“你认识他？你叫他什么？贺帆，你知道谁才是你正牌女朋友吗？”贺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想把苏茵茵带走。我等会儿跟你解释。我叫住贺帆：“不用了，当场解释吧。你说说，什么时候我家的劳斯莱斯成你贺帆的了？还有，你手上这块劳力士怎么这么眼熟？我爸很多表，光劳力士的表估计都有20多块，而贺帆也挺会挑，偏偏挑出一块我最熟悉的，若不然我还不一定能认出来呢。”什么意思？秦毅，你吹什么牛？你爸就开了个宝马。苏茵茵大声打断我，我悠悠看着他，善意提醒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爸开宝马是因为宝马更低调便宜？”怪不得苏茵茵收到我的律师函之后不慌，还有心情来高档餐厅吃饭，原来是仗着自己有一个身价100亿的男朋友啊！我看着贺帆冷笑，这就是我爸口中说的为人踏实上进的远房侄子。贺帆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去，他抓起苏茵茵的手低吼：“你胡说八道了什么？什么劳斯莱斯？你冲我吼什么吼？不是你自己说那劳斯莱斯是你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你出去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明明都听到你跟人这么说。”没想到他们两个当着我的面先吵了起来。听苏茵茵的意思，
贺帆是在电话里跟别人炫耀呢，他肯定没想到苏茵茵这个猪队友会狠狠把他拖下水。都给我闭嘴！我不耐烦地打断他们，我对他们争执的内容可没有半分兴趣。贺帆惨白着脸，神色卑微。小易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嗤笑一声，不用解释了，你自己找个理由走人。这种人留在我爸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。亏得我爸还给他开了50万的年薪，也不想想，就凭他那个2本学校和专业，根本不可能进入我爸的公司。贺帆脚步晃荡一下，失魂落魄的想走人。我叫住他，等等，手上的劳力士摘下来。第2天，我准备打个电话试探一下，看看贺帆到底有没有遵守约定，主动请辞走人。没想到一大早，我爸来到我们学校，直接找到了我上课的教室。看看，那不是秦毅的绯闻男朋友吗？这年纪，当秦毅他爸都绰绰有余了吧？好恶心啊！秦毅怎么下得了嘴？我听人说，这位老板今天换了一辆劳斯莱斯来的呢。怪不得这些年秦毅一直不谈恋爱了，人背后有人啊。一般的毛头小子哪里比得上有劳斯莱斯的土豪啊？听到别人窃窃私语，我从教室出来，才看到我爸跟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找我呢。那些诋毁我的话听了，心脏病都要犯了。这些人就这么相信一张照片和几句添油加醋的话吗？一宝，我爸朝我招手，走过来的时候一脑门都是汗，我哭笑不得，毫不忌讳地挽住他的手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说完，听到那些看戏的人发出抽泣的声音。这不是秦毅的男朋友吗？怎么他叫人家爸？我爸对那个说他是我男朋友的人破口大骂。你眼瞎啊？我闺女跟我这么像，你看不出来？还男朋友？是不是你私底下找了50、60的老头子，就看谁都找这个年纪的男人？我有点傻眼。印象中我爸一直挺斯文，可以说是温文尔雅的类型。结果今天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竟然发火了，把那个诋毁我的女生骂得满脸通红。下一秒，我爸朝我开火。当初我就说大不行，跟清北比差远了，你非说京城离家远不爱去，现在被我说中了吧？我送闺女上个学都能被偷拍发你们校园网，什么情况都不懂，就嘴巴不干不净乱放屁。你们这些人哪个诋毁我闺女半句的，都等着律师函，我有的是。我爸这嚣张霸道的放话把我逗笑了。你还好意思笑？我爸板着脸，是，我的错，当然是你的错，你得给我好好反省。我只是让你在学校低调些，不是让你委曲求全，受了气也不敢跟我说，传出去，我秦万森要不要做人了？秦万森，秦毅他爸是秦万森，那个万森集团的秦万森吗？人群中议论纷纷的声音更大了。我甚至看到苏茵茵脸色惨白，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。我爸没管这些，转头跟我说，跟我走一趟，去找你们校长。话音刚落，一名衍生的男生走过来，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对不起秦毅，是我不小心拍到你和你爸的照片。我瞪大眼，这就是在校园网诋毁我的人。没想到他跪的倒是挺快。我认识你吗？我跟你无冤无仇吧？为什么无冤无仇？你要偷拍我，还发到校园网？我气笑了。如果是苏茵茵做出这种事，以我和她的矛盾，我都可以理解。但这个男生我压根不认识。姚安安忽然走过来，扯了扯我的手。秦毅，这不是去年圣诞节跟你表白的人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什么？他在足球场搞了很大阵仗表白，结果被你拒绝了。
我搜刮了半天，才想起来这么一回事。合着我闺女不喜欢你，你就记恨上了，还故意偷拍照片来诋毁她。我爸完美的总结前因后果，男生拼命摇头，不是，我没有这么想。我冷笑，打断他，没有这么想，却是这么做的。让我来猜猜你这么快就跟我道歉的原因吧？是不是律师函已经送到你手上，外加我爸本人现身亲自辟谣，所以你怂了？我只是跟我爸的律师说，让他去查一下是谁在背后造谣我，查到了就给对方发律师函。看来我爸的律师不但查到了，还擅自告诉了我爸，所以我爸才来得这么及时。对不起秦毅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愿意全校公开道歉，澄清你的身份。你跟我道歉是应该的，但我秦毅的身份还不需要你来澄清。我爸和我意见统一，都不原谅这个男生，事情直接交给我爸律师去处理了。非但如此，我爸还借机见了沈燕一面。沈燕已经研2了，差1年毕业，跟他接触了半天。我爸对沈燕非常满意，走之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找男朋友的眼光不错。沈燕这个女婿，我这边过关了，也不知道沈燕跟他说了什么，更不知道今天本不在学校的沈燕是什么时候收到我爸来找我的消息，这么及时赶回来的。叔叔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意义。沈燕笑眯眯的应诺，走去我爸停车的地方。我的笑容一下子垮了，因为给我爸开车的人竟然是贺帆。我忍着怒火，故意说：“爸，你还真当人贺大哥是你司机啦？这个点也让他送你？之前都是有应酬，我爸酒量又不是很行，才会经常让贺帆接送的。现在可是大上午。”贺帆见到我那一刻，眼底闪过慌张，大概是怕我当面揭穿他吧。我爸叹了口气，别说了，这估计是你贺大哥最后一次送我了。我假装好奇，你贺大哥的妈妈生病了，据说挺严重，他得回老家那边亲自照顾。要我说，还不如把人接到 A 市，这边的医疗水平比他老家好太多了。贺帆低下头，一副很感激的模样。秦叔叔，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但医生已经说了，我妈这个病到哪里都没有指望，倒不如我回去多陪陪她，让她最后这段时间过得开心点。那爸，你怎么还让贺大哥走这趟？赶紧给他订机票回家才是正事。贺大哥，你先开车回去，我爸留下陪我吃饭。我没给我爸和贺帆拒绝的机会，就直接要拽我爸走，美其名曰我肚子饿。沈燕知道昨晚餐厅发生的事，立刻点头道：“正是，今天我也开了车，一会儿我送叔叔回公司。我们去了一家校外的餐厅，我爸还说我刚刚不应该，你贺大哥也不是外人，一起吃个饭耽误不了多久的时间。”沈燕给我解围，意义也是怕贺大哥回家心切，再拉扯几句，把我爸给稳住了。我爸却不知道，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怕贺帆动什么手脚。从小到大，我看过不少电视，再加之我爸妈也给我灌输过不少这方面知识，我怕贺帆怀恨在心，会报复我爸，比如半路出车祸什么的。事实证明，我似乎想多了。吃了饭再回学校，几乎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之前诋毁我的时候，说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现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什么我是白富美，名副其实的校花，什么我是隐藏的大佬，当初高考是清北种子，却退到了理大。回到寝室，苏茵茵拖着行李正要出门，再看一下她的座位，什么东西都收没了，床上和书桌都干干净净。这是提前毕业了。我故意开口问：“
苏茵茵似乎没听到我说话，拖着行李箱，气势汹汹往外走。我拦在她面前，要走可以，先把我的衣服钱赔了。苏茵茵被戳到了痛处，气急败坏跳起来。我一个农村来的，哪有这么多钱？你不是千金小姐吗？你家不是亿万富翁吗？为什么要这么恶毒，追着我不放？我气笑了。当初他可是以白富美自居的，现在为了躲避责任，竟然说他是农村来的。我家有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为你埋单？再说恶毒，是谁恶毒？天天盯着我薅羊毛，买同款，撞完还在校园网诋毁我是 copy 精。其他寝室的早就听到动静，跑出来围观大戏了。听到这里，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些同款都是秦毅先买的啊！那些衣服挺小众，但是价格不便宜呢。如果苏茵茵说的是真的，她从农村来的，那她能买得起那些动辄1、2千的裙子吗？苏茵茵被说得面红耳赤，你们就是墙头草，看秦毅家有钱就巴结他，现在还联合秦毅来欺负我，说什么衣服200万，你们是想逼死我的吧？行，如你们所愿，我跳了，死了你们高兴了。苏茵茵说完，往阳台的方向冲，其他人被吓了一跳，七手八脚地阻拦他。我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下作，以死威胁。我最恨被人威胁。苏茵茵，你以为这样我会怕？我秦毅可不是被威胁长大的。没多久，学校领导就赶过来了，这次再没有和稀泥，而是以最快的速度请来了苏茵茵的家长。苏茵茵的父母穿着普通，很难相信穿着时髦的苏茵茵竟然是他们的女儿。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苏茵茵他爸直接对着他的脸来了2个巴掌，送你来学校读书，结果你学没好好上，货却没少闯。200万，你要我的命啊！别说200万没有，2万我都没有，大不了你送他去坐牢。面对巨额赔偿，连苏茵茵的亲生父母都放弃了他。苏茵茵是个学生，身无分文，他父母也放弃了他，而学校那边给他记了大过，并且让他暂时休学。毕竟一个以死威胁的学生可是个不定时炸弹，只有我才是大冤种，被毁掉了那么珍贵的衣服，却只能自认倒霉。沈燕安慰我，不过是几件衣服而已，让我妈重新设计就是，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，这么使唤你妈？放心吧，我妈她巴不得给你设计。我小时候她可是设计了一堆公主裙，想让我穿，那你穿了没有？是不是有照片？但沈燕不愿意多提这段黑历史，死活不回答我的问题。半年后，我们去一家餐厅吃饭，没想到的是，在餐厅遇到了苏茵茵。休学之后的她去做了服务员，招呼客人，端菜洗碗，看来过得不怎么如意。看到我，苏茵茵的目光难掩痛恨，但显然之前的教训有让她长记性，她没做什么出格的事。吃饭到一半，周围的灯光一下子暗了下去。沈燕在众目睽睽之下跟我求婚，我很感动，加之她已经得到了我父母的认可，虽然觉得有点早，但也答应了她的求婚。沈燕把戒指戴到我的无名指上，我们接受了周围所有客人的祝福。回到座位上，我们举杯共饮，但刚抿了一口红酒，我就感觉这酒不对。宝贝，怎么了？沈燕满脸紧张地看着我，我的酒被人动过。沈燕满脸震惊，什么？这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味道。我笃定地回答。沈燕脸色铁青，立刻叫来餐厅的经理，带我们一查监控，发现有人趁灯光暗下去的时候，偷偷走过来，
在我的酒杯中加了东西。我们很快报了警，而这件事最后查到了苏茵茵的身上。她往我酒杯加的是一份西式的鸡蛋清，而不巧的是，我对蛋清过敏，但我要染樱花粉这个发色，前2天在电话中跟我妈提过，判杀为此。我家餐桌上再没出现过鸡蛋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苏茵茵的背后还查到了贺帆的身影。我对鸡蛋严重过敏这事是贺帆告诉苏茵茵的。面对警察的拷问，苏茵茵全都招供了。我跟贺帆一直还有联系，他对秦毅怀恨在心，一直想让秦毅吃点苦头。他告诉我，秦毅对鸡蛋清过敏，吃完就长红疹，秒变猪头。我只是想给秦毅一点教训而已。是贺帆看中秦家的钱，想把秦家的财产占为己有。如果秦毅出事了，他爸后继无人，贺帆就有机会了。可我只是想给秦毅一点教训，根本没想要他的命。真相摆在面前，受到最大打击的是我爸。他对贺帆曾经无比信任，但现实给了他狠狠的一巴掌。我爸抱着我老泪纵横，爸，对不起你，引狼入室，差点就害得你没命。我很心疼他，爸，跟你没关系，都怪贺帆心术不正，演技高超。贺帆和苏茵茵做的事影响恶劣，甚至差点害得我没命。杀人未遂，他们一个被判10年，苏茵茵被判了8年。判决通知书下来那天，我和沈燕在他家酒店举行了盛世婚礼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